前排提示：本视频无任何数据支撑，全是个人血泪史。那么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各位飞球是不是在曾几何时都曾想过，我要是换个新号，也许会欧很多？有没有想过？我反正看到别人欧的时候啊，绝对是幻想过的。今天老娘我就要来给大家测试一下飞球换号到底有没有翻身的机会。正好呢，国际服4个服务器，我一连干4个号。是的，干不要了，只求大家点个赞，点赞的小草绳都歪在我身上，好吧？首先是亚服，开局应该干嘛？当然是去拿珍贵的宝箱啦。当时服装问题的时候啊，应该有不少人跑到过亚服，然而没啥用啊，过场动画都换掉了呀。哇，突然回忆起了第一次开始提瓦特之旅的感觉。蒙德这几位应该是上来最友好的了。我大致干到御三家都出来为止。重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感慨，比如当时这里的宝箱我肯定没拿，还有这里那时候刚玩哪懂得要往角落里看呀。然后好在还能领周年庆的1600原石，一般1个小时后我就能攒到30抽，先抽新手吃打8折，一定要跑到封神向上抽，玄学还是要信的。喂，虽然外服氪金麻烦，但还是请你表现点诚意。再来一次，来个武器更好。Nope 最后的 UP 值，打扰了，换号。其实非要说每个服出货的概率啊，大体上肯定一样，没人会争论。但具体到个人，经过我4个号的实验，我最终还是有点感悟的。最后给大家总结啊。我去啊，现在连米哈游这几个字都不让取了吗？这次是美服啊，不容易啊，又是1个小时。虽然2个字啊，但很一般啊。难道你就不想挽留我吗？我去，2个6星，这俩也太好了吧！虽然没出金，但这俩给新手真是不错的。最后10抽，还给了个侠礼啊，完美呀！相邻武器也有了。实话实说，美服这个号还不错。第3个是欧服，我特地取了个很应景的名字。你配合一下我好吧？一般。唉，为什么新手吃老出他呀？我第1个号也是他，难道新手吃跟 UP 吃的4星是通的吗？欧服不欧呀。最后一个呢是港台服，这个其实欧不欧的也无所谓啊，因为人少，肯定不会推荐大家去那里的。开始。我去，开局俩火神，命座直接够了好吗？这是什么运气？又来个香菱，直接搭配好了呀，起飞。UP 吃不开心啊，但这个号前期也不太会痛苦了。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的感悟啊，虽然每个服出欧皇的概率大体相同，但是随着原神的新用户不断减少，你此刻再入局能不能成为欧皇，恐怕更要看这个服的人数存量。亚服人最多，你开号的时候绝对更容易进入飞球的那个庞大群体。美服人少点5打头，香菱和行秋开局不错，欧服也是5打头，但我觉得啊是我脸黑没法逆转。最后港台服人少的可怜啊，出了2班尼特。再解释清楚点，你亚服1万个新用户之后出1个欧皇，然而你新用户增长慢呀，你进去妥妥不是那10001个。而人少的服也许5000个人出1个欧皇嘛，同样的新用户增长，总归人少的更容易碰到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只是全当给大家做个参考，不必太当真。但有一点是证明了的啊，那就是飞球换号，哇，不该黑呀。然后做这期视频，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收获啊。最近经常听到一句话，玩原神可以戒掉所有游戏，最后甚至能戒掉原神。这话我知道有一部分人是有共鸣的，就比如身边很多大佬到现在在沙漠书还没干完呢，换以前早清光了。但当我重新从新手开始玩起啊，我再次感受到了原神曾经带给我的魅力。我发现我忘了很多东西，比如温迪唯一1次生气被女士打时，他都没这个表情吧。再比如原来凯亚也有俏屁，还有秋秋人的盾可以烧，我就只记得可以玩火把，盾完全忘记了，每次都是直接打死。看着秋秋人在那傻乎乎的跳，我真的觉得这才是原神当时吸引我的原因啊！不是说现在到处都是 PVP 不好啊，只是希望大家仍然记得这是个开放世界游戏啊，没有固定答案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，自己开心就好啦。所以衷心祝愿大家都能够抽到喜欢的角色，叉 P 党万岁！